医生告诉我肺癌晚期的水肿，我兴奋地把医院的厕所舔了一遍。我这一生活得太苦太累，读书被同学欺负，上班被领导刁难，结婚后被妻子各种嫌弃，早点离开也是好事。然而厄运却接连不断，被人当作小偷，坐地铁被当成老色皮，甚至去公园上厕所都会遇到老太太碰瓷。既然这样，毁灭吧，谁他妈都别想好受。出了医院，脑子里面回想着医生的话，陈迅不知所措地走在街道上，正想着怎么跟妻子离婚时，忽然响起了一道清脆的手机铃声，不知道谁的手机掉在了马路边的凳子上。陈迅走过去接下了视频电话。你听好了，盗窃财物2000块就够判刑了。你的脸已经被我录下了，所以不要存在任何侥幸的心理，马上把手机送过来。这部手机价值15000块。这胖女人居然把我当成小偷了！我没偷你手机，应该你掉在这边的，过来拿吧。我手机会掉，你当我傻子？赶紧给我送过来，别讲任何条件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怎么这么多傻波音？你特么的给我听好，手机是我送女朋友的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不给老子送过来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听了这话，陈迅终于爆发了，本来心情就差，还被诬陷偷手机。陈迅直接将手机往马路中间扔去，随着一辆辆车开过，直接把手机碾压成一堆渣。看着碎成渣的手机，20多年来第一次陈迅感觉这么爽。此刻的陈迅终于释然了。去特么的，剩下的6个月时间，老子只为自己而活。回到家中，妻子柳如烟穿着浴袍出来，她看见陈迅眉头一皱，把电吹风给我拿过来，我晚上去和小游他们聚会，要喝酒，给我熬点小米粥，记得加枸杞和黑芝麻。陈迅一句话没说，拿过电吹风递给杨梦雪，滚开，去漱口洗脸，你又抽烟了。给你说了多少次，抽烟之后没洗脸不准进屋。高分贝的大喇叭又开始了，那是小区大爷大妈在跳广场舞，每天晚上6点准时开始，比上班还准时。陈迅家的房子刚好靠近小区花园广场，深受其害，周围的居民反映了无数次，甚至都报警了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警察也拿着帮平均年龄在65岁的人毫无办法，最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推荐大家装双层隔音玻璃。今天陈迅不打算再忍了，他走进储物间，再次出现的时候手中多了把铁榔头。你这软蛋，每次的样子很凶，事到临头就怂，有本事砸了音箱，老娘随便你做什么都可以。陈迅晃了晃手中的榔头，感受了下重量，拉开房门，给杨梦雪留下一个背影。这怂蛋今天好像变了个人一样，有种人狠话不多的气势。陈迅，把水果和水搬进电梯，我家门没锁，你放厨房记得放整齐，别碰着厨房冰箱。没空，自己搬。我一个女人，你让我搬这么重的东西，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大家都是邻居，相互帮个忙而已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有你这样自私的人吗？搬东西找你老公去，少他妈的道德绑架！你有点脑子吗？我老公每天上班有多辛苦，你知道吗？我当老婆的难道就不能心疼一下自己的老公？真是无语了。陈迅，你想干嘛？把电源给我插上。想干啥？马上就知道了。陈迅，你疯了！赔钱！我的音箱啊，好几百块呢。这下知道我要干什么了吧？以前是我气，现在轮到你们生气了。几个老人要上来找陈迅拼命，做好要抱住陈迅大腿不放的姿势，还有个老人顺势躺下。陈迅杀人了，快来人啊！我找了几个老人给你搬东西，马上就来。远亲不如近邻，算你有点良心。这是她那懦弱的老公吗？做事如此果决，连老人躺地上耍泼都不管，砸音箱的样子太帅了。结婚2年，从来没见陈迅这么帅过。杨梦雪想搂着陈迅亲一口。陈迅回家盯着杨梦雪，杨梦雪读懂了陈迅的目光。陈迅，别，要不等我聚会回来再说。叫地主，要不起！炸弹！压死！窝囊废，你是爽了，我还得重新去洗澡，烦死了。离婚吧。什么意思？爽完就要离婚？你什么时候学会了拔雕无情？窝囊废！你不是一直想嫌弃我没用吗？现在给你自由，去找个能力强的老公。陈迅不想多说，他身体累，心也累。牛逼了是不是？有本事再来一次！窝囊废！陈迅，不要以为给点水果我们就不找你。音箱500块一对，播放器500块，精神损失费一个人100，我们12个人给1200，总共2200块。给水果？给什么水果？他们把我放楼下的水果全抢了，说是你赔偿他们的。陈迅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，这世界给人一种荒谬的感觉。他没想到随口说一句话都能惹出这么大误会。让开！
给钱，再不给钱我就报警。你严重扰民，干扰居民正常娱乐和休息，你知不知道？医生告诉我肺癌晚期的时候，我兴奋地把医院的厕所舔了一遍。我这一生活得太苦太累，读书被同学欺负，上班被领导刁难，结婚后被妻子各种嫌弃，早点离开也是好事。然而厄运却接连不断，被人当作小偷，坐地铁被当成老色皮，甚至去公园上厕所都会遇到老太太碰瓷。既然这样，毁灭吧，谁他妈都别想好受。陈旭，没钱，不然就报警了。本想给你们每个人1000块赔偿，既然你要报警，那让警察来处理，我在家等。门外的大爷大妈被陈迅的态度激怒，又闹又骂，还使劲擂门，巨大的嘈杂声伴随着唐月月的哭骂声。陈迅这家伙麻烦大了，那帮老人不好招惹。吵什么吵？吵死人了！我儿子马上要上网课，你们能不能安静点？闭嘴！现在是学习时间吗？这是学校吗？你儿子学习就不让人说话吗？你儿子是人，我们不是人吗？你凭什么剥夺我们说话的权利？你算老几？生不出孩子怪床，学习差怪别人吵，出轨是不是要怪他质量不好？就你家孩子那样，上课不听讲，靠补课有屁用？趁早找个工作干，别浪费教育资源。陈迅听到这话，差点笑出声来。楼上的夫妻蛮横无理，没想到遇到更加蛮横无理的人，真是件很爽的事情。恶人自有恶人磨，陈迅没笑出来，他忽然想起自己的病，笑容就慢慢从脸上消失。这人间太苦太累，早点离开也是好事。就这样吧，该准备后事了。陈迅忽然没兴趣，回卧室，衣服都没脱，倒在床上，什么都不想干，迷迷糊糊中竟然睡着了。老板有节奏的响起，又是楼上的小孩在跳绳，说过无数次，希望这小孩跳绳去楼下。这家人从来没听过。陈迅看了看手机，已经是晚上10点了。看来还得再用一次铁榔头。陈迅拿着铁榔头来到7楼，轻轻敲门。开门的是小孩子的母亲，30多岁，看是陈迅，脸色马上拉下来。是不是又要来干扰我儿子跳绳？你知不知道小孩体育考试要考跳绳？你拉着个脸是什么意思？你好意思跟一个小孩子计较吗？陈迅掀开这女的，走进客厅。陈迅，你来干什么？这孩子早上6点40起来跳绳，晚上10点也要跳。现在的小孩子是很苦，作业很多，但是这都不是你们扰民的理由。你要是去楼下跳绳，跳到天荒地老都没人管。这是第一次。女的要报警，男的脑海中浮现出陈迅的铁榔头，报警最多赔偿点钱，万一陈迅报复敲到人脑上，肯定没活路。算了吧，豆豆以后就去楼下跳绳吧。陈迅回到家，感觉非常爽，太解气了。他看到手机上妻子4个小时之前发的定位，陷入沉思。陈迅常常会怀疑，他和杨梦雪之间应该是没有爱情的，纯粹是因为条件合适才结婚的。只有不在乎，才完全相信对方，即使半夜没回家也无所谓。陈迅纠结一阵，最终还是决定按离婚财产分割，给这女人留一半，另外一半留给父亲养老。还剩下6个月时间，他打算明天就提辞职，回家多陪陪父亲。以为太多事要做，太多人割舍不开，其实也就那样，自己不是什么大人物。所谓后事，其实没多少要处理。凌晨2点，陈迅开车去酒吧，看见妻子已经醉倒趴在桌子上，背上晕晕乎乎的杨梦雪，找到自己的车，把妻子塞进车里，关门开车。陈迅专心开车，没在意妻子的废话。回家之后，2人倒头就睡，各自安好。第二天，陈迅很早就醒来，他开车上班。陈迅今天来的特别早，停好车，买了份早餐，坐在工位上刚吃了2口，手机就响了，一个陌生的电话。把车移开，你把我的车位给占了。你可能搞错，我停在的是流动车位的。所谓的流动车位，就是谁先来谁就可以停车。你的车牌是不是 MB9527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那就没错，这个车位是我的。你等等，我马上下来。陈迅有点不确定，电话里的声音很不耐烦。快点，我还有事。陈迅拿着早餐，边走边吃，坐电梯下楼，来到车旁边。一个男人，年龄看上去不大，肚子很大，站在一辆黑色的奔驰旁边。男人旁边是物业保安，两人在说着什么。男人表情很不耐烦，保安在陪着笑。请问是你刚刚给我打的电话吗？陈迅2口吃完早餐，感觉胸口隐隐作痛，估计是癌细胞也醒来，开始活跃了。别废话，赶紧给我开走，这位置是我的。保安你也给我听着，不要什么人都放进来，小心我投诉你。这车位什么时候成了私人的了？陈先生，这车位是流动的，谁都可以停。那位张先生以前一直停这里，您今天来的比较早，张先生希望您能移开。陈迅发现这个车位相当不错，离出口近，而且空间也大，难怪这家伙长期占这个车位。流动车位不是一直都是先来先停吗？保安也很郁闷，来这里停车的都是大爷，他谁都不敢得罪。要不您移动一下，这边好多空位置。没兴趣，我觉得这车位挺好的。
你他妈的想搞事是不是？你信不信老子把你车砸了？不砸是孙子。来啊，往这敲！你他妈的是不是不想活了？快点动手啊，孙子！好，你小子等着瞧！还有事吗？没事，我上去了。陈迅很淡定地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有人砸车，快来啊！要出人命了！来啊，往这敲！你他妈的是不是不想活了？原本懦弱的我，只因前天医生告诉我是肺癌晚期，最多活6个月，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。喂，警察局吗？这里有个家伙砸我的车，要出人命了！附近警察局离这里不到1公里。5分钟之后，2辆警车到来。胖子男人看到警察来了，依然很淡定，似乎跟警察认识。警察开始各种角度拍照、记录等等，显得很专业，公事公办。警察问完之后，关掉执法记录仪。陈迅知道正式操作开始了。你们这个事情属于民事纠纷，从张先生的描述中，他长期停在这个车位上，没有任何人质疑，说明这个车位的使用权是归张先生所有。陈先生，你霸占他人车位，这是不对的。你们在同一栋楼上班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没必要闹僵。我建议你给张先生一点精神赔偿就行，不多，象征性的给几百块，这个事情就此了结。陈先生，你看如何？毕竟有犯罪记录不太好。多谢张先生宽宏大量。警察先生，请问你知道物业给出的车位管理条例吗？不太清楚，车位是物业的，只要不用这违法用途，物业有权规定车位管理方法。既然不清楚，怎么变成我霸占张先生的车位？另外，砸车的是谁？我站在这里什么都没做，我会有犯罪记录。张先生说了，你辱骂他的家人。张先生说的内容就是证据。你问过我吗？你问过旁边的保安吗？就算我辱骂他家人，也只是辱骂，而不是霸占他的车位吧？请问我的哪一条行为会产生犯罪记录？你还是打开记录仪吧，公事公办。如果真是我犯罪，我认，该赔偿赔偿，该判多少年判多少年。等着，进了警局，我看你还老不老实。陈迅拿出手机，对着被砸的车拍照。不用拍照，我们这里有记录。好的，稍等一下，我等记录上传完毕。什么记录？我开了行车记录仪，从跟张先生交流到现在，记录仪一直开着，录像应该能作为证据吧。我是个程序员，习惯性把行车记录仪上的文件上传到网络，刚刚已经上传完毕。我有7个邮箱，每个邮箱都保留了一份，这下你们放心好了，记录不会丢失的。现在可以去警局了。你那个记录仪什么牌子？录制的效果如何？我手机上也收到了一份，你看看吧，效果应该不错，挺清晰的。到警察局之后，这次出警的4个警察加胖子男都看了视频。这算故意毁坏他人财物，我网上搜索了一下，好像除了赔偿还要判刑的，刑期不长，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我们只负责记录，判不判刑不是我们的职权范围。警察也很心虚，刚刚他们的表现是有问题的，这个视频如果放网上去，他们的警察生涯会受到严重影响。被阴了。胖子男脸上的嚣张全部消失不见。很显然，视频如果公布到网上，胖子如果被人肉，可能会牵扯到他背后的所谓关系。对不起，陈先生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给您带来的损失我愿意赔偿，您看100万够不够？张先生，照价赔偿就行。我的车是7万买的，折旧之后估计13.6万左右。车里的高保真音响设备是托朋友买的进口货，稍微有点贵，6万多。今天我是没法上班了，我工资3万1个月，按22天算，每天工资大约1500块。如果陈迅要了那100万，就是敲诈勒索，数额巨大，足够判他好几年。陈迅把理赔清单列出来，即使数字大一点点，也只是合理要求。胖子男知道今天遇到狠人，最后张胖子总共赔偿陈迅37.79万元，签订好谅解协议。胖子也是爽快人，立即打款。3秒之后，陈迅手机上收到银行发来的到账通知，合作愉快。哥们儿够狠，佩服。我对你的敬仰也很多。陈迅的手机响了。什么？东升派出所？我马上就来，最多半个小时。陈迅刚挂了东升派出所的电话，手机又响了。对，我就是陈迅。长丰派出所吗？上午我没空，下午3点左右吧，肯定来。负责审讯的警察和胖子男都惊呆了。这货到底是干嘛的？还没离开派出所，又有2个派出所来电话。抱歉，业务繁忙，没什么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陈迅打车去了东升派出所。东升派出所就在陈迅家小区旁边。陈迅刚进门就听见熟悉的吵闹声。就是他，这下绝不能让他跑了，砸我们音箱的就是他。
请保持安静，请放开手，大家有话好好说，不要干扰警局正常工作。犯罪嫌疑人陈迅破坏他人音响，阻碍老年人跳广场舞，畏罪潜逃，现缉拿归案。请保持安静，请放开手，大家有话好好说，不要干扰警局正常工作。老人们语速飞快，七嘴八舌，全都在控诉陈迅如何恶劣。负责做笔记的警察差点崩溃。你们能安静吗？能一个说吗？你们这样说，我怎么做笔录？谁先说？说的人要在记录上签字。老人们一听说要签字画押，全都怂了，都让对方说。要不你说说怎么回事吧？我们接到报警，说你昨天用铁榔头把他们的音箱砸了，严重干扰他们正常娱乐。是这样的，几位叔叔阿姨喜欢跳舞，将路灯的电线拨开，撕拉乱接电线来播放音乐。小区除了老人，还有很多小孩子，万一触电非常危险。刚好有小孩子路过，我怕把小孩电着，情况太紧急，来不及商量，被迫砸了音箱。这么说，你砸音箱的事情是真的？是真的，当时太危险了，叔叔阿姨年纪大了，估计也没几年好活，他们被电死了无所谓，可是小孩子不能有危险啊！孩子是祖国的未来，是家里的希望，孩子们那么可爱，这种不顾小孩安危的事情真的是太缺德了，畜生才能干出这种事情，我真的非常痛心。这种现象也没人来罚款。哎，陈迅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，还没说完，已经把几个老人气得炸裂开来。警察，他说的是假的，他就是讨厌我们跳舞，说声音太大影响他们休息，千万别相信。陈迅，你出口伤人，不尊重老人，请不要干扰我记录。事情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轮到你们做记录的时候，自然会让你们说。你调查个屁！你要是会调查，就不会记录下来了。明明陈迅在说谎，你还写下来，你跟他就是一伙的，你收了他多少钱？我警告你，这里是有录音的，你干扰正常执法，不管你年龄多大，干扰执法都可以被拘留。警察问是谁撕拉乱接电线的，几个老人相互指责，都不敢承认是自己干的。老人之间开始内斗，面红耳赤，让陈迅大开眼界。这些老人不是齐心协力，团结起来搞我吗？怎么内部斗起来了？警察带着陈迅和几位老人一起回到小区，发现路灯的电源的确是被人剥开了，有人在上面装了一个插座，这证明陈迅说的是真的。老人们死活不承认是自己装的，最后警察没办法，只好宣布下次再发现乱接插座会罚款，还会拘留人，日期至少15天。警察走后，陈迅露出胜利的微笑。收拾你们这帮老东西，小意思。天哪，社会太黑暗了，都没我们老人说理的地方。回到家中已经是中午，陈迅为自己煮了碗面放在桌上。老婆杨梦雪睡得跟死猪一样，每次喝酒太多，她都会睡到下午2、3点才醒来。被老板辞退之后，她干脆不上班，在家当全职太太。好香啊！杨梦雪醒来，看到面条，不洗脸洗手，坐在餐桌旁。窝囊废，筷子都不拿，你想让我手抓吗？我没给你煮。得了吧，为了讨好我，班都不上，特意给我煮面。说吧，是不是想涨点零花钱？我想离婚。陈迅，你真想跟我离婚？没吃错药吧？对。为什么？肺癌晚期，医生说了，最多还有6个月。杨梦雪看到病历上写的诊断结果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过了好几分钟才哭出声来。原来这个女人还是有一点点在乎我。对不起，老公，真的对不起，我对你关心太少。没事。非要离婚吗？对，房子我打算卖掉，房款分1半钱给你，另一半我留给我爸养老。车我打算卖掉，钱也分1半给你，其他不值钱的东西我就懒得细分了，你要都拿走。为什么非要离婚？离婚了，你重新找人也方便。如果我死了，你一个寡妇，名声不好听。我不离。随便你，我马上要去派出所。我不离婚，你就去派出所。杨梦雪怀疑陈迅的癌症没长在肺部，长在脑子里了。这2天你可能没法用车了，车被人砸了。杨梦雪脑子有点跟不上，一会儿派出所，一会儿车被砸了，这弄的是哪一出？陈迅出门步行半个小时，来到长丰派出所。陈先生，对方还没来，要不你先做一下笔录？没问题，做完笔录我要上班去。警察在电话里给陈迅讲过，昨天有人报警说手机被人偷了，通过视频电话将小偷的头像截图作为报警证据发给了警察。陈迅将怎么捡到手机的过程告诉了警察，当然最后手机被扔到马路中间，被陈迅改成了放回原来的位置上了。2个警察对陈迅配合的态度感到很满意，又知道陈迅有正经工作，买房买车，基本上确定陈迅是被诬陷的。半个小时后，报案人仍然未到场，警察就先让陈迅去公司上班了。陈迅到公司，屁股没坐热，电话又来了，是长丰派出所的。陈先生，报案人到了，您现在方便来一趟派出所吗？我要上班。好的，那就不打扰了。你们也听见了，他就是小偷，偷了我手机才不敢来对峙的，快把他抓起来！你们警察都是吃屎长大的吗？马上去给我抓人，小心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！陈迅差点笑场，说警察吃屎，还说警察吃不了兜着走，这女人百年难遇。挂完电话，陈迅打开电脑，查看邮件上的会议通知，项目会议在10分钟后举行。
会议室内，项目经理正全力以赴地推动项目进度，时间紧迫，大家务必分秒必争。陈迅，你觉得如何？把我从开发人员中去掉，我要请假。都这么大了，还爱哭鼻子，不走行吗？傻姑娘，有些事情是注定的。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人，一个能够真正爱你、照顾你的人。我不会再找别人了，我只要你。不要这么傻，你还年轻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时间到了，我得走了。陈迅，陈迅，陈迅。原来是一场梦。差不多快到陈迅下班时间了。把我从开发人员中去掉，我要请假。陈迅，这个项目你是主要开发人员，你请假，整个项目都会被耽误。如果你对我不满，可以当众说，也可以私下说。我在项目上掐得紧，争取待遇分明。各位可从来没落下。我们这个团队在一起合作过好几个项目，彼此熟悉，彼此信任。我就不隐瞒大家了，我得了肺癌晚期，最多还有6个月。如果扩散的话，3个月就走人。这次把年假休完之后，我会辞职。同事一场，大家以后多吃多玩。祝福大家少加班，多加薪。对了，尽量别抽烟。这些年大家在一起，虽然辛苦，但其实关系非常融洽。做技术的人都相对简单，没那么多弯道道。测试组是3个女人，3个女人全都哭了，几个男同事也红了眼。陈迅也想哭，他忍住。晚上我请客，去川渝大饭店。项目经理默默地把陈迅从开发资源中移除。请客不急，先交接工作，别忙着提辞职。公司1个月之后有个活动，去港城玩，可以带家属，人均预算2万。陈迅明白项目经理的好心，如果现在提辞职，人事部肯定不会给即将离职的人名额。我先请假，想回去陪我爸一段时间。因为陈迅要离开，项目计划要重新调整，会议草草结束。陈迅把要交接的清单整理好，开始写交接文档，善始善终吧。电话铃声响了，是杨梦雪的，说是来接陈迅下班的，人已经在办公室外面等着了。这让陈迅有一些错愕，这是人生第一次自己的老婆来接自己下班的。你等等，我马上下班。老婆，我们回家吧。一个陌生人忽然出现在开发部，这人目光很快落在陈迅身上。你就是陈迅？陈迅懵逼，这人是谁啊？他很有礼貌的回应：对，我是陈迅。我是谭书博，英文名 Simon。我想跟你讨论一下上个项目为什么延期了1个多月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有事，要和老婆先回家。开发部总共50多个人，谭书博来之前早已了解了所有人的性格、脾气和能力。他得到的评价是陈迅开发能力强，不爱说话，性格软弱。他声音提高了不少，目的当然是要让开发部所有人都听到。现在是上班时间，我不管你有什么事情，必须留下讨论工作。开发部的人都从工位上抬起头，看着谭书博，大家都在为陈迅担心。今天新领导来的第一天，得罪新领导，下场都不会好。陈迅明白了，新领导要立威，要杀鸡儆猴，他就是那只鸡。谭总，您不是说要跟我问项目为什么延期吗？为什么延期？计划的制定是根据工作量来的，工作量是根据需求估算的。您去服务器拉一下项目制定计划时候的需求和最终形成的需求，项目为什么延期，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吗？这么简单的事情，还需要找每个人单独开会，不是浪费公司资源吗？陈迅说出的话完全超出了谭书博的预期，明显是在说他这个领导连基本常识都不懂。谭总，6点到了，我先下班，再见。必须开除陈迅。陈迅和杨梦雪坐公交回家，这还是2人第一次一起坐公交。一个老太太上来，我要坐这个位置。阿姨，这里有空位子，快让座！你这小伙子怎么回事？叫你让着座，你废话那么多。那个位置不靠窗，我不喜欢。快点，我站不稳。陈迅打算站起来，老太太手中的塑料袋直接砸在陈迅头上。不让座，相不相信我再打你一次？陈迅愣住了，这老人竟然出手打人。既然你无赖，就不给你让座。老人破口大骂，满嘴污言秽语，旁边的几个人都看不下去了。阿伯，坐我的位置吧，别打了，你打了那么多次，别人都没还手。少管闲事，我今天就要收拾这不懂尊老爱幼的东西。我是在替他父母教训他，我国的传统美德就是被这种人给丢光了。他都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了，你还要怎样？你这废话，我连你一起打。陈迅看着窗外，见要到站了，他站起来。你力气不错，砸在肩上特别舒服，比洗浴中心的按摩给力。谢谢。老太太哪里受得了这气，她双手紧握袋子，高高举起，要使劲砸陈迅，整个人向前扑倒，当场休克昏厥过去。陈迅没注意到老太，车门打开之后，他就和杨梦雪迅速下车，与人去买菜，大鱼大肉他不买，瓜果蔬菜他不买，鱼类海鲜他不买，唯独钟爱黑木耳，一柜子的黑木耳，一下就被他死活。老公，黑木耳养肺，吃这么多应该能治好你的病啊！老婆，能不能尊重下肺癌晚期？吃这个能好，医生早下岗了。我说能治好，就是能治好的。
光天化日下调戏良家妇女，成何体统？大爷，你听我解释。什么？你还要解开裤子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什么？你说对我有意思？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。提着菜回家，陈迅要去厨房帮忙，被杨梦雪赶出来。都要离婚了，我给你做一顿饭吧。陈迅忽然觉得杨梦雪这女人就是一普通小市民，缺点多，小心眼，爱占便宜，但其实是正常人类，并没那么让人讨厌。很快，第一道菜出来是红烧鱼。我怎么有种吃了这东西会提前嘎掉的感觉？尝尝，我看我妈做过无数次。听杨梦雪的口气，陈迅犹豫了片刻，还是鼓足勇气吃了下去。噗嗤一声，你怎么吐了？我严格按照我妈说的步骤来做的。你尝尝。太苦了，鱼肉怎么会苦？我买到变质鱼肉了。不对啊，鱼是活的，怎么会变质？你杀鱼的时候把苦胆弄破了。晚饭上桌，木耳爆炒回锅肉、红烧排骨、番茄蛋花汤，加上一小碗米饭，这些都是陈迅做的。杨梦雪不敢再尝试了，那条鱼彻底打击了她做饭的信心。老公，现在医学每天都在进步，以前的绝症，现在不都是普通病了吗？希望吧。吃饭完毕，陈迅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。离婚条款我打印好了，如果没问题，你签个字吧。我们明天去民政局。外面没有广场舞的大喇叭，楼上没有小孩子跳绳，整个房间显得很安静。杨梦雪简单的看了下陈迅给的离婚协议，写上自己的名字。我的字没你的好看，人好看就行。两人坐在沙发上，打开电视，看广告，看新闻联播，看天气预报，看连续剧，看国际新闻，看到很晚，看到杨梦雪泪流满面，她还是没忍住哭了。不离婚行吗？该睡觉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陈迅带着杨梦雪来到民政局。3年前，两人也来过办理结婚手续。离婚的人不多，两人很快就办理了离婚手续。陈迅直接去了公司，至于杨梦雪去哪里，他没问。公司团建去港城旅游1周，可以带家属，你的身份证我有，家属的证件我没有，麻烦你提供一下。陈迅从手机中找出父亲陈大东的身份证照片。你不带你老婆去？离婚了。得了吧，你老婆那么漂亮，我昨天还看到了，谁娶了谁疼，怎么可能离婚？真离婚了。女同事很快把陈大东的身份证信息输入到订票系统，一阵咔嚓声，4张机票打印出来，两人的来回各1张。还骗我离婚，明明是你老婆怀孕了，不能坐飞机。陈迅，你看上去很老实，没想到这么能装。谁说的怀孕了不能坐飞机？我是真离婚了。收好机票，陈迅打算回到工位，继续写交接内容。开发部所有员工去 B1303会议室开会。昨天我开了整个部门的大会，也跟部分重点项目的开发人员聊过。绝大多数员工工作态度认真专业，我非常高兴能和这么多优秀的同事一起工作。但是也有极少数员工对工作敷衍不负责任，项目延期完成也不知道检讨，找借口的能力非常强，上班迟到下班早退，这样的员工是公司的害群之马。具体是谁，数据一目了然，这是开发部员工本卡刷卡记录。公司没有专门的考勤机制，尤其是开发部根本没人考勤。考勤的数据是根据员工刷门卡进入公司的时间计算的，迟到次数高居榜首的是陈迅。上个月他不但迟到次数多，而且还有1半的工作日没刷卡记录。陈迅，你怎么解释？解释什么？解释你为什么迟到次数这么多，还有好几天没打卡记录。你这是旷工，按公司规定，旷工次数超过3次就可以开除。你的意思是，前面的领导都是傻逼，我旷工那么多次都没开除，对不对？谭书博脖子通红，额头充血，他本来就想拿陈迅立威，见陈迅如此桀骜不驯，在这么多人面前让他下不来台，他差点当场失态。我不管你前任领导是怎么处理的，总之在我手下不行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当众解释，如果不说清楚立即开除。陈迅坐下一言不发，那神态很明显，老子懒得解释。陈迅，你被开除了，收拾好东西走人吧。这种极品领导，下一集我要让他跪着来求我上班。领导百般刁难我，只为杀鸡立威。我一激动，当场打开龙头放水。只因3天前医生告诉我肺癌晚期，还有6个月时间，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。陈迅，你被解雇了，你给我滚！现在马上立刻！回到家，陈迅打开电脑，将自己向服务器提交代码的日志截图下载下来，将公司给的开除通知书用手机拍照上传到电脑，开始写邮件。我是陈迅，今天被开除，开除的原因是我旷工，1年旷工累计的高达51天。公司根据门卡刷卡记录，确定当天员工是否上班。我有51天的上班时间无任何刷卡记录，那是因为我在公司连续加班，没出过公司。附件是我的代码迁入记录，可以很清楚的显示，代码提交的时间有凌晨2点的，也有半夜11点的。代码服务器放在公司内部，物理隔绝外部网络，因此我不可能在家提交代码。描述完事实后，
他把这封信发给了公司人事总监和人事部负责处理具体事情的同事。写完邮件，陈迅感觉到胸闷，他平躺在沙发上，看着天花板上灯，没开灯，灯就没亮，就像没有生命，人就成了尸体。老婆，不知道是不是回娘家了，都已经离婚了，我去关心她干嘛？陈迅闭上眼睛小睡了一会，手机铃声响了。陈迅，我是谭书博，我向你道歉，没充分了解情况就对你做出了开除的决定，是我不对，在这里郑重向你道歉。开除我的时候是公开的，道歉我也希望公开。我已经撤销了开除你的决定，希望你能回到公司上班。我已经有新工作了，回来就算了。你的道歉我也不接受，因为没公开道歉。公开道歉这是不可能的，他谭书博来公司不到1周就公开给手下员工道歉，威信全无，还怎么管手下的人？人事总监不是傻子，他知道了谭书博的难处。两人聊了半天，怕陈迅把事情搞大，最后弄出一个协议。陈迅因为个人原因辞职，公司感谢陈迅这些年的辛苦工作，赔偿陈迅12个月的薪水，这是人事部能弄出来的最大赔偿金额了。陈迅也是爽快的答应了。陈迅税前4万块月薪，12个月工资就是36万。陈迅心里给谭书博点了赞，这货沙雕气息浓厚，领导脾气爆棚，让人欲罢不能。晚上11点，开门声响起，杨梦雪终于回来了，眼睛红肿，脸也有点浮肿。我要回趟老家，如果有人来买房，你去谈。我们小区市场价5万1平米，6楼价格比均价高，估计5.5万左右1平米，我报的总价620万。如果有人谈，不能低于600万。你多久回来？1个月之后。你不上班？被开除了。窝囊。陈迅，能借我点钱吗？1万就行，我手头没钱了。以前的钱呢？我弟弟谈女朋友了，我以姐姐姐夫的名义给他女朋友买了点化妆品，家里的存款都买了理财产品。好吧，我辞职了，明天去公司签字，提前结算工资，结算之后我给你转2万。你以后别大手大脚了，也别买什么乱七八糟的理财产品。我也不认识什么人，没法帮你找工作，房子尽快卖掉吧，不然你都没钱花。忽然，杨梦雪抱住这个被他喊了3年窝囊废的男人，把头埋在陈迅的胸口，抽泣着。她人漂亮，能找到更有钱的男人，但是再也找不到比陈迅对她还好的人了。这个人得了绝症，生命只剩下不到6个月，两人也都离婚了，还在担心他的未来，怕他没钱花。杨梦雪就这样使劲的抱着，像抱着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，只有失去才知道珍贵。第二天，杨梦雪打开手机，手机上的子付宝软件提示收到陈迅转账16万。16万？陈迅抢银行了？不然哪里来的16万？紧跟着陈迅的消息又发来了，前天车被砸，修好了，修车费2万多，砸我们车的人怕留案底，赔了我30多万，算是婚前财产，我转你1半。杨梦雪直接抽了自己2耳光。杨梦雪，你不是人。结婚以来，一直是陈迅在关心她，连吵架都让着她。如果自己多关心陈迅，让他多休息，让他少抽烟，陈迅肯定会听他的，说不定就不会得肺癌。杨梦雪翻出电话，谷小游，我记得你爷爷得了肺癌，后来治好了。没治好也没变坏，我爷爷现在每天跳广场舞呢。对了，我爷爷就住在东升小区，好像跟你住同一个小区。不会吧？有空我去拜访爷爷。好啊，到时候叫上你家帅老公陈迅。对了，晚上去伤心酒吧吗？不去了，最近胃不舒服，老想呕吐。陈迅去了趟公司，取走了公司的赔偿金，去 4S 店把修好的车取回来，直接开车回老家了。父亲陈大东在县城当门卫，陈迅没去看父亲，他先开车回乡下老家。陈迅车停在家门口，提着香烛、纸钱，拎着2瓶酒。陈迅来到山坡，这里有他母亲的坟。陈迅拿出3个酒杯，斟满酒，放在坟前，跪下磕头，抬起头的瞬间，满脸眼泪。妈，我很快就要来陪你了。陈迅以前祭拜说的是来看您，这次他估计6个月后要来陪妈妈，他希望安葬在母亲身旁，这可能是他一生最后的愿望。陈迅站起来，没有拍身上的灰尘，他回到家门口，正好撞见村长。村长看到陈迅很激动。陈迅今天回来是为你小表妹的事情吗？小表妹？你说的是齐淑兰吗？她怎么了？她今年下半年就该上高3了。齐淑兰长得漂亮，被高2期班的一个男生骚扰了，这个男生是留级生。报警之后，男生家长拿出医院开的证明，男生有抑郁症，还有精神分裂症，患了这种病可以不用承担法律责任。齐淑兰被骚扰后，吓得再也不敢去学校。什么？不管是谁，不管你什么家世，敢这么对我的表妹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惹错人了，这笔账我要好好和你们算一算。